乌军怎么做才能击落俄罗斯的图160？寒冬已至，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袭击频率越来越高。在10月中旬，为了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俄罗斯一次性出动了7架图160与16架图95MS。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乌克兰只有2个选择：第一，加强防空；第二，击落图160。对于乌克兰而言，在战场持续的当下，第一个选择只能依靠北约盟友，但击落图160却是乌克兰可以做到的。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击落图160。10月1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联合空袭，出动7架图160与16架图95MS，发射了大约80枚 KH-55和 KH-101巡航导弹。在2024年，这是俄罗斯首次出动图160，其最后一次出现在乌俄战场还是2023年的5月18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俄军空袭的目标就是乌克兰后方的能源设施，通过破坏乌军的发电厂、变电站等设施，影响乌克兰的工业生产，进而影响前线局势。并且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英美解除武器限制，乌军对俄本土军事设施的打击只会越来越频繁。相对的，俄军的袭击也是如此。对于乌克兰而言，固守不如主动出击，毕竟防空系统做不到100%的拦截率。想要避免俄军的空袭，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直接摧毁俄罗斯的轰炸机，特别是图160。那么乌军怎么做才能击落俄军的图160呢？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后方只有2种情况：要钱不要命以及要命不要钱。其中要钱不要命就是利用图160高空高速的特点，使用 KH-15、KH-59、KH-22这类射程相对较短的导弹，在乌俄边境附近袭击基辅，或者是挂载各种航空炸弹进入乌克兰腹地发动空袭。毕竟无论是射程4000公里的 KH-101，还是射程3500公里的 KH-555，价格都比那些短程导弹更贵。在打击效果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使用射程相对较短的导弹或者 FAB 系列炸弹，明显性价比更高。如果俄军采用这种方式，那乌军的机会就来了。实际作战时，图160可以利用高亚音速巡航以及超音速突袭打击敌方，或者是低空亚音速突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一脚油门下去就能跑到2马赫。现在正在服役的战机中，除了那几个5代机，没有战机可以追上图160。只是速度变快，也就意味着航程变短。在亚音速飞行的情况下，图160的作战半径可以达到7000公里。如果全程以 1.5 马赫的速度飞行，作战半径就会掉到2000公里。开加力就是直接往发动机的尾焰上喷燃油，速度越快，油耗也就越多，而且是翻倍增加。如果全程以2马赫的速度飞行，火力军估计图160作战半径只剩几百公里。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点问题暂时还能接受，又不是跑到北美搞轰炸，只是在家门口搞空袭，图160即使全程 1.5 马赫也无伤大雅。只是问题在于，在现代战场，图160太容易被发现了。早些时候，轰炸机追求的是更快更高，只要跑得足够快就不会被拦截。只是事实证明，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导弹。之后变成了低空突防，早期的对空雷达存在很严重的低空盲区，战机雷达的下视能力又太弱，超低空突防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 B1 就是典型的例子。图160也可以进行亚音速低空突防，并且具备高空高速能力，看起来很强，但实际什么用都没有。都21世纪了，防空雷达的性能在冷战时期就进化了。计算机和信号处理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机载雷达可以有效分辨低空目标和地面杂波。在低空飞行的轰炸机与靶子没有区别，比较先进的轰炸机玩的都是隐身突防。只是很明显，作为一款20世纪80年代的轰炸机，图160没有隐身能力，并且因为体型太大的原因，雷达反射面积很高，实际作战时很容易被乌军的防空部队发现。更难受的是，面对防空导弹或者空空导弹，图160的自卫能力基本为零。至于靠速度跑，不好意思，跑不掉。图160再快也跑不过空空导弹，比如 AM120 速度4马赫。2023年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就与雷神公司签订合同，后者向乌军交付价值 1.92亿美元的 AM120，数量大约是140枚。
这批导弹经过特殊修改，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至180公里。加上 F-16，乌军可以做到在不进入俄罗斯防空区的情况下摧毁俄罗斯飞机，包括在边境线附近的图160。即使 AM-120不出手，还有爱国者3导弹。对于图160这种大型轰炸机，爱国者的雷达在400公里的距离上就能探查到。等到图160打击范围后，爱国者3系统就可以发射速度5马赫的导弹，一举将其击落。如果图160附近有战机护航，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但也只是一点希望而已。现代战争中，战机护航基本就是心理安慰。在空导弹可以实战之前，战机护航的确很有用。当时机炮的最大射程不过1公里，双方距离较近，护航战机可以很轻松地拦截敌方战机。但是空导弹进入现役后，超视距打击就成了空战的重点，战机的护航能力基本可有可无了。敌方瞄准的永远是那个雷达反射特征最大的目标，护航战机想替轰炸机挡弹都做不到。告警系统也只是警告来袭导弹的大致方位。在现代战场，图160这种不隐身、反射特征太大的轰炸机，想在战场前线附近进行轰炸，只有在己方已经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才可以。如果非要进行低空突防，深入敌方腹地，也有比较安全的策略，只是需要提前准备。比如事先侦察好对方的防空系统的分布特点，规划好进攻路线，尽量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以及地形的掩护进行突防。同时，电子攻击机还需要在一旁对目标区域的雷达系统进行电子攻击，掩护己方轰炸机。远程预警机以及侦察卫星则密切监视附近的敌机，为己方进攻部队提供战场态势信息。很明显，俄军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有人说图160出生即落后。火力军觉得一点都没错。无论是高空高速突防，还是低空低速突防，或者是低空超音速突防，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战场。更何况图160中间还经历过停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图160选择要命不要钱，发射 KH-101、KH-55这种射程远、价格贵的导弹，进行防区外打击，那问题就稍微有些难办了。乌军想要击落图160的难度就会大幅上升。目前俄罗斯的图160与图95MS 大多部署在萨拉托夫地区的恩格斯基地，以及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奥列尼亚基地。俄军使用图160对乌克兰后方进行空袭时，都是防区外打击，这也是当前轰炸机最主流的技术。轰炸机只是一个平台，打击效果完全依靠导弹。冷战结束之后，制导武器的进步使得空对地武器射程大幅提高，可在敌方防空导弹的射程之外发射。美国这边呢，也在发展防区外打击，比如 AGM-158B 巡航导弹。可以说，各个大国都没有把新型常规轰炸机作为自己的发展重点，而是在原有的轰炸机上进行魔改，使其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俄罗斯这边也是如此。2016年，俄罗斯恢复了图160的生产，并对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最重要的就是加装了 KH-101与 KH-55巡航导弹的火控，其中 KH-101导弹的射程4000公里，KH-55的射程3500公里，而基辅距离莫斯科的距离不过720公里，距离摩尔曼斯克地区也才2000公里。图160可以在俄罗斯的大后方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很明显，防空导弹没有上千公里的射程， F-16也无法飞到俄罗斯腹地对图160进行打击。不过这点并不是乌克兰的问题，防区外这3个字就能说明很多情况。即使是美国也无法在防区外上千公里的位置击落图160，顶多拦截那些来袭导弹。面对图160的防区外打击，乌军最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摧毁敌方的机场、飞机和导弹仓库，尽可能摧毁还在地面部署的图160，削弱俄军的导弹发射能力。只要图160飞不起来，乌军就不需要担心空袭，这个时候也不能叫做击落图160了，而是摧毁。这也是乌军现在正在做的。无人机不断袭击俄罗斯本土的军事基地与基础设施，唯一的问题就是无人机的威力太小，无法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所以更多的是破坏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英美解除远程武器限制后，俄本土机场遇袭的概率就会上升。如果俄军选择将图160的部署地点转移至大后方，那就需要依靠乌克兰的国产导弹了。虽然在坦克、战机方面乌军需要北约援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在军事方面的能力为零。乌克兰本身也有一些射程较远的对地导弹，比如之前曾说的海王星导弹升级版。乌克兰南方设计局也搞了风筝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方面，乌军还有雷霆2，只是导弹想要打击俄罗斯本土，在隐蔽性上不如无人机，
摧毁俄后方机场的难度较高。总的来说，俄军想击落图160，最好的选择就是趁其在边境线附近或者深入乌克兰腹地时，对图160发动打击。如果图160一直进行防区外打击，乌军的机会并不多。不过，考虑到俄军巡航导弹的存量，击落图160的机会迟早都会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据俄罗斯消息报道，波兰和立陶宛正在为进攻白俄罗斯训练雇佣兵。发起进攻的地点定在白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3国交界处。白俄罗斯得知消息后，立刻对其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乌克兰与白俄接壤边境附近确实存在乌克兰装甲部队，但其目的是否如俄媒所说，尚需要进一步验证。根据媒体报道，由于国防预算不足，英国计划实施一项削减计划，也就是退役大量的前线装备。届时，英国海陆空3大军种或将都会受到影响。首先是海军方面，将于今年年底退役2艘海神之子级2栖船坞登陆舰，分别是海神之子号和堡垒号，这要比原计划提前了大约10年。此外，还将退役2艘波浪级补给舰，分别是英波浪骑士号和海浪统治号，原因是其无法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提供后勤支持。除此之外，还要退役1艘23型护卫舰诺森伯兰号。该军舰曾于2020年在北大西洋与一艘俄罗斯海军潜艇相撞，导致受损严重，需要进行大修。但由于成本太高，再加上结构损坏，目前已决定将其退役。其次是空军方面，将退役17架美洲狮直升机、14架支奴干直升机。目前英国已订购新的支奴干，以填补其退役后的空缺，但美洲狮的接替者至今仍未确定。最后是陆军方面，将退役47架守望者无人机，原因是其仅服役了6年，却发生了多起坠机事故。按照英国国防大臣希利的说法，在实施这项削减计划后，可在未来5年内节省5亿英镑，这些资金可用于大型国防项目，例如无畏级核潜艇和暴风雨战斗机。此外，英国还将在明年春季发布最新的国防评测报告，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减3大军种的军费支出。据 BBC 报道，英国开源情报中心利用卫星捕捉到相关影片，显示俄罗斯自今年3月起就一直在向朝鲜提供原油。据统计，至少有数十艘朝鲜油轮累计43航次前往过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终端设施，且在返航时已是满载原油的状态。BBC 还指出，朝鲜是全球唯一遭到联合国限制，不得在公开市场进行原油买卖的国家，且该国每年可获得的精炼石油总数也被限制在50万桶。远低于每年所需的900万桶，因此自朝鲜被禁用石油以来，一直都在利用特殊渠道来获取所需石油。而作为全球石油生产大国之一的俄罗斯，自然就成为了该国获取石油的主要途径。对此，韩国猜测，俄朝或许已达成了某种交易，即俄罗斯通过向朝鲜提供石油，以换取朝鲜对其进行军援。该交易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对朝鲜的石油禁运，同时还对欧洲、朝鲜半岛局势造成了严重威胁。根据媒体报道，关于先前朝鲜试射火星19导弹一事，美国印太部队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对此有不同看法。帕帕罗指出，火星19导弹确实是朝鲜目前开发的最大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覆盖美国本土，但该国是否有能力将核弹头与之进行配对，目前尚未进行过展示。因此，目前有2种可能，一种是朝鲜有能力让火星19导弹携带核弹头，这就意味着朝鲜的核打击能力能够严重威胁到美国。另一种可能就是朝鲜目前还没有能力让火星19导弹携带核弹头，那这也就意味着火星19导弹目前顶多是个空架子，对美国的威胁将会大幅降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于10月21日对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制裁，其中以制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为主。该银行是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主要负责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与欧洲客户的钱款对接项目。自乌俄战争爆发后，乌克兰一直敦促美国对这家银行实施更多制裁。美国此次对其制裁，将禁止该银行使用美国金融体系来处理后续的能源交易，并冻结了其在美国的资产。同时，美国财政部也对50家中小型俄罗斯银行实施了制裁，以缩减俄罗斯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从而防止俄罗斯滥用国际金融体系来购买战争所需的技术和设备。此外，美国财政部还警告称，凡是与受制裁银行仍有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也将面临被制裁的风险。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的不死凤凰侦察机队近日又有了大动静。
不死凤凰侦察机又被称为核嗅探机，能够通过大气中的颗粒物、气体流出物实时探测到放射性物质，从而判断探测地区是否有核。关于美国此次的行动，据相关雷达网站数据显示，一架不死凤凰侦察机从奥夫特空军基地起飞后，一路向西，先是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短暂停留，接着又抵达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并在那里停留了2天，随后又飞越菲律宾周边海域、泰国湾和马来半岛，在抵达安达曼海和印度洋后，该雷达网站失去跟踪信号。据 X 平台上的一名开源情报分析师表示，目前这架不死凤凰侦察机正飞往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前哨迪戈加西亚岛，它是查戈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预计这架核嗅探器将从迪戈加西亚岛起飞，随后会沿着印度海岸线执行为期6个月的空气采样任务。此外，不死凤凰侦察机队还将在远东、孟加拉湾、地中海、极地地区以及南美洲和非洲海岸执行相关任务。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美澳3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加速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进度。按照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预计到2028年将进行多达6次的联合试飞活动，总耗资约2.58亿美元。同时，该国陆军和海军正在建造一种滑翔体发射系统，空军也在进行相关的空射导弹项目。除高超音速武器外，美英澳联盟的主要目标还包括人工智能以及水下军事能力方面进行合作。其中，在水下军事能力方面，需要美国开放技术来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但由于技术问题比较敏感，存在可能泄密的风险，美国对该协议的这一部分保持质疑。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据悉，这是该航母第2次部署在日本横须贺基地。2008年时，华盛顿号代号小鹰号，成为首艘部署在横须贺基地的核动力航母。2015年，该航母被里根号接替。今年5月，里根号驶离横须贺基地，随后美国海军宣布将再次由华盛顿号替代里根号。今年7月，两航母已完成了任务交接。10月21日，洛马公司对外宣称，罗马尼亚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部已通过对外军售计划签署了一份政府间协议，正式采购32架 F-35A 战机。据悉，早在今年7月份，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安赫尔·蒂尔瓦德尔就曾明确表示，将拨款300亿罗马尼亚列伊用于采购32架 F-35A 战机，也组成2个机队。到了今年9月份，美国国务院批准了罗马尼亚采购32架 F-35A 战机的计划，总价值为72亿美元。而在签署此次的正式采购协议后，罗马尼亚将成为 F-35战机在全球的第20个使用国。按照罗马尼亚计划，该国空军目前拥有29架 F-16AM/BM 战机，另外还有挪威的20架未交付，最终数量为49架。新采购的 F-35战机将与现有的 F-16机队无缝集成。同时，罗马尼亚还计划在未来增购16架 F-35战机，以便逐步退役上述的 F-16AM/BM 战机。据自由时报报道，挪威日前已启动新一代巡防舰计划，旨在替换现役的南森级巡防舰。挪威海军现有4艘南森级巡防舰，为西班牙海军巴赞级巡防舰的衍生型号，自2006年陆续服役至今。该级舰满载排水量5290吨，满编船员超过120人，搭载有神盾作战系统，舰载武器则配备有进化型海麻雀反舰导弹、海军打击导弹以及轻型鱼雷。按照挪威方面的说法，该国的新一代巡防舰计划并非一次性军购，而是包括换装、后勤维保以及系统升级等全受期方案，因此需要寻求战略伙伴进行长期合作。目前，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已选出相关舰艇参与此项竞标，其中法国选的是4500吨级的中型巡防舰，德国选的是10000吨级 F-126级巡防舰，英国选的是26型巡防舰，美国选的是星座级巡防舰。预计明年将会揭晓竞标结果。根据媒体报道，越南从美国采购的12架 T-6C 初级教练机，目前已接收首批5架，另据收封协议，剩余7架将于2027年交付。这些 T-6C 从美国拆解，经过海上运输，抵达泰国曼谷后重新进行组装，接着又从泰国曼谷廊曼国际机场起飞，在飞行约2个小时后，最终抵达新山1国际机场。随后，这些 T-6C 将驻扎在平顺省的潘切军用机场，由第920航空训练团负责运营。主要用于取代雅克52初级教练机，来对飞行员进行培训工作。同时 T-6C 还可用于海上监视以及专属经济区内的安全巡逻任务。不过执行这些任务还需要对飞机进行改装，
例如集成特定的通信和导航系统、超高频无线电以及嵌入式战术空中导航系统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想击落图160还有其他方法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